100个学习实战问题。如果你有问题，提问的方法在说明区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位同学的问题啊，这个同学叫 Poke， 我把他的问题整理成4条项目。他的问题是这样的：第一个，他准备的是财税行政的普考；第二个，他剩3个月有买函授。再准确一点的讲呢，这个时间点离高普考大约还有100几天的时间。第三个，会计他目前上到第7堂课，那我推估4等的考试少说应该有20堂左右的课程。第四个，他问到了最关键的问题：每一天该怎么样安排读书呢？ Poke 没有给我更多的资讯之前，只有这些资料的情况下，我来推判一下，并且给予适当的建议。好，我们来假设一下他的学习情境是这样的。我认为 Poke 很有可能是一个全职的准备的考生，那他很有可能是具有财税相关的背景。再来呢，他为什么要3个月就要来挑战这个考试？可能他有非常强烈的驱动力。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，我们要来看一下他考的科目有哪些。他总共要考6科，这是普考的范围，包括了国文，里面包含作文跟选择题；法序跟英文，包含60分的英文，法序里面有10题宪法、10题法序。50题的题目，再来就是财政学、税务法规跟会计学，这3个考科呢都是有申论跟有选择题的并行的考科，也就是选择题25题、2题申论题的考科。最后一个民法概要是在这里面的考科当中呢比较特殊的存在，因为这3个都是财政会计有关的，这2个是共同科目。那这个民法呢是法律的科目，25题选择跟2题申论。那我分这3个颜色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，考普考的同学一定要记得，你没有放弃任何一科的空间，因为呢它是6科除以6，这个加减乘除非常好理解，所以你只要任何一科废掉了，你就不可能考上。我们现在在建立一个前提，这个同学应该英文还是相当不错的。那他最大的挑战应该会在民法概要这一个考科上。民法看起来是一个蛮简单的考科，但其实它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复杂，你很容易是被搞混，而且它有1000多条的法条，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学的考科。而我也认为民法可能是这一个考科中的一个决胜点的一个关键。Poke 你在准备这个考试的时候，你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民法。那么法序呢，跟民法是息息相关的。你法序学得够好，你的基本功扎实，你在学民法就会显得容易很多。另外这3个会计、税务、财政这3科，我会建议你把它并在一起去想，一起去学。当然我知道这3科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，它们也有很多的差异性。那具体这3个月要怎么做呢？我这边提供6个方向。第一个，每2天就要所有的科目碰一次。第二个呢，每天的全科选择题准备，就是你所有要考选择题的科目，每天都要做题。再来，我建议你把我所有读书计划的节目看一次。我整理了一个读书计划的一个播放清单，我也会放在置顶留言当中，供大家来看一下。再来呢，既然你是剩3个月100天左右的考生，那么你每天的读书，如果你是全职的考生，一定要超过12个小时，才有可能考上。另外呢，在看函授的时候，我们要加速，我们不能慢慢看，加1.5倍甚至加2倍去看。而且呢，已经会的章节呢就不看了，我只看我不懂的章节。因为这一课我会了，我就直接跳过，我只去看我不了解、不熟悉的章节。千万不要花时间去把它所有都看过一次，全部都看完，你大概就要考试了。所以没有那么多时间把所有的函授看完，因为只剩3个月，所以我们要挑着看。最后一个呢，我相信这个财政或者税务或者是会计都有每天要算的这些题目，我建议每天每一科至少都要算1题，这样才可以有效去掌握这些科目。那么如果各位同学呢，你相信我可以帮到你的忙，可以使用我的这个付费服务来帮助你在最后3个月冲刺，或者是给你实质的考试的建议。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期的内容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谢谢你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